Test-Driven Development (TDD) 是一种以测试驱动开发的模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拿到开发需求后，先凭空把测试写出来，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实际代码的，所以测试必然是失败的。然后你的工作就是把实际代码写出来，让测试结果的红灯一个个变绿，直到全部通过。之后在对代码进行重构、增加新功能时，也要确保已有测试继续保持绿灯状态。作为一个程序员，你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说过 TDD，但你们中的大部分应该都没有做过 TDD，毕竟这种做法还是有点极端的，和大家平常的开发模式区别较大。愿意冒着风险尝试的，一般情况下都是因为项目负责人自己就是 TDD 教徒，这类人相对而言不太多。所以与前两期的 UML 和 Agile 相比， TDD 在计算机行业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。但同样是90年代个人计算机热潮中诞生的软件开发理念， TDD 之于代码测试，就像 UML 之于系统设计， Agile 之于项目管理，都是具有历史代表意义的。所以 TDD 绝对值得一席墓志铭。而且从它的失败中，我们还能尝试解答一个困扰大家已久的问题：为什么我们都不想写测试，都不想更新它、修复它？即使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最讨厌的就是别人不写、不更新、不修复测试。测试本应该是我们的守护者，却活成了我们最讨厌的邻居。答案就在 TDD 犯下的错误里。在60年代，美苏冷战进入到比拼载人航天的环节。NASA 的水星计划只有一个硬指标，就是要比苏联快，所以他们的软件开发部门被设计成开发和测试并行的组织结构。一旦产品的功能需求文档定稿，就会被同时发送给开发组和测试组，两边同时开工，最后顶峰相见。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工程项目，水星计划中用到的诸多项目管理方式，也自然成为后人借鉴的模板。这其中就有一位叫做 Ken Beck 的青年，没错，他就是上期的男主角 Extreme Programming XP 模式的创始人。他很喜欢借鉴古人的做法，然后再把他们推到极限的程度，这也是 Extreme 这个词的来源。当他在克莱斯勒的项目组里打造 XP 模式时，在测试这个工作上，他也借鉴了 NASA 的做法，只不过他更极端，直接把测试的位置提到了最前沿。在他的模式下，需求文档确认后，首先要做的是用 Unit Test 把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都测一遍，这相当于用测试代码将需求文档翻译了一轮。那么接下来入场的开发就不再是由需求文档来引导，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写下能让这些测试通过的代码。这就是测试驱动的开发 Test-Driven Development (TDD) 的来源。即使在 XP 全家桶里， TDD 也算是比较极限、比较极端的那个，因为大多数 XP 理念只是一种指导型方案，只包括对大方向的描述，具体怎么做还得是看程序员自己的理解和开发团队的相互配合。但 TDD 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案，它基本上是在手把手教你怎么写代码，它会深入影响每一个人的编程风格，你每次敲击键盘都要遵循它的规则。这也是为什么喜欢它的人很喜欢，讨厌它的人很讨厌。那些喜欢 TDD 的，通常都会非常积极地向周围的人推荐 TDD 的做法，具体原因可以参照人类宗教史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也造成了 TDD 无处不在的假象，因为它的存在感确实是比它的实际存在要大很多。就像在上上期里出自于 IUP 管理模式的 UML，TDD 也因为它广泛的通用性，脱离了 XP， 成为一个独立传播的开发模式。只不过它的传播显然没有 UML 那么成功。作为一个诞生在90年代的开发模式， TDD 的第一个国际级 conference 是在2021年才召开的。14位演讲者通过线上会议的形式，从各个角度分享了自己的 TDD 成功故事，以及为什么大家都应该用 TDD。截止至本视频发布，据我所知，这也是 TDD 的最后一个 conference，RIP 了属于是。在 Unit Test 层面定下代码要求，在有经验的人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坏主意，因为这相当于让具体代码的实现细节和测试过度耦合了，会锁死代码之后的调整空间。而作为首个应用 TDD 的软件项目， Ken Beck 主导开发的克莱斯勒员工薪酬管理系统，在第一个版本交付后，就因为员工过劳无法继续，2年后就被关停了。作为 XP 发源地的克莱斯勒也宣布集团内部禁止一切 XP 模式。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次失败的教训， TDD 的执行也开始从 Unit Test 层面往上走。他们不再追求最小单位的测试，
而是转向更大范围的在需求层面的测试。这也衍生出了 Acceptance Test Driven Development，ATDD， 将 Unit Test 替换成 Acceptance Test， 面向客户的验收测试。但不管测试的范围怎么调整， TDD 有一个本质是不变的，那就是尝试在实际开发开始之前，在测试代码中想象和框定最终成果。这种透支未来的做法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既视感？因为这也是前2期墓志铭主角 UML 和 Agile 在做的事情。不管是代码测试、系统设计还是项目管理，正常的顺序都是应该先有需求，然后有实现，最后有结论。但 TDD、UML 和 Agile 想的都是把后面2步反过来，先下结论再去实现，这样是不是就能运筹帷幄、事半功倍了呢？这种超捷径的想法通通忘记考虑了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，那就是在软件项目中，需求不是一个常量，而是一个时刻在变化、在游走的变量。不管这个需求是来自于业务方的功能需求，来自领导层的业绩压力，还是来自生产环境的安全隐患，它往往都是一个移动靶。当你的理论是基于一个假设的常量，然后在这个常量的基础上画坐标，在这个坐标上建公式，最后自证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成立，那么在你发现这个常量不存在，固定的坐标也不存在的时候，你的公式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偏差，直至无法使用。牛顿他老人家就吃过这个亏。测试本应该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前提是摆正它的位置。在 TDD 眼里，测试是一种代码化的需求文档，比起普通的需求文档，它过于具体，没有解读空间，让写代码的程序员觉得自己就是个工具人。而且不管是下到 Unit Test 还是上到 Acceptance Test，TDD 提前定好的各种函数和功能接口的做法，都会让后续开发中任何的调整都十分吃力。而且很多项目的管理团队会把测试定义为一种 KPI， 将其包括在交付的指标中。所以很多测试工作只是在纯粹的刷数据，比如经典的100%测试覆盖，他们的价值定位被扭曲，也不怪程序员嫌弃了。在我看来，测试本质上就是一种模拟，测试的价值就是可以伪装成真正的客户，模拟使用代码和功能，模拟检验返回的结果。这个模拟的场景越真实，越接近现实的生产环境，效果自然越好。我们见过很多测试是通过了，但是在生产环境还是出 bug 的情况，就是因为测的场景和实际场景不一样。所以我不会在项目的设计阶段，甚至是开发初期考虑测试问题，而是在软件初见雏形、设计基本定型、大致流程跑通，可以看到结果之后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我有了一个基本能用的产品，可以想象得到真实的使用场景是怎么样的，这个产品在哪里最薄弱，哪里交互最复杂，哪里出错最危险，都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范围。就像著名程序员 Atomic Energy 说过的 The moment you know what to fear is the moment you know what to test。 这种理念听起来很凭感觉，很不客观，但如果你有看完前2期墓志铭，你应该能够感受得到，软件工程就是无法完全客观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在大方向上制定规则，然后在具体执行上让有经验的人自主决定，才是最优解。我简单分享一下我的做法，不是为了安利，只是拿来跟 TDD 做一下对比，孰好孰坏你们自己决定。我这里有一个系统，它包括了 Postgres、Redis， 一个前端 API， 一个支付 API， 一个异步工作机。这里只有前端 API 是面向客户的。回到20-30年前，因为技术限制，我们没有能力在本地模拟全套的系统交互逻辑，所以要么只做一些简单的 unit test， 要么就用各种 mocking 框架来做假惺惺的所谓模拟。但现在容器技术已经很成熟了，所以在本地1:1还原生产环境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 Docker Compose 配置文件。不熟悉容器技术的，可以去看第26期视频的介绍。模拟环境搭建好后，我用的是一种叫做 Property-Based Testing 的测试手法。具体做法就是模拟真实客户可能做的操作，随机生成各种输入参数，随机调用各个前端 API， 然后针对系统返回的结果，当场判断它是否符合所测功能应有的特性。比如说，某个随机生成的输入是不合要求的，那么按照这个功能的特性就应该返回400。又比如某个 API 的调用顺序不对，就应该返回403之类的。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手搓 test case， 而是随机模拟，从而把所有乱七八糟的可能性都测一遍。因为整个测试环境都在本地，所以响应速度也很快。
普通笔记本也能在1秒内模拟100个 test case。在稍微好一点的台式机上，我们还能够搞个100倍并发，顺便也把压力测试给做了，一石二鸟。这种测试我们写起来很积极，维护起来也很认真，因为我们知道只要这些测试能通过，我们就很有信心这个系统上线之后不会被客户玩坏，我们晚上就能安睡。而这就是我们的测试之道。